丽妃不愧是第一宠妃，平日得到的赏赐都快赶上我家10年的俸禄了。你跟丽妃比，她的父亲是镇国大将军，母亲是江南皇商，她在入宫之前还是京城第一美人。如此显赫的家世，即使丽妃本人不懂文墨，嚣张跋扈，依然稳坐第一宠妃的宝座。丽妃娘娘，这些是圣上的心意，放那儿吧。这是何意？近日刺客频出，圣上担忧丽妃娘娘的安全，特派侍卫紧跟娘娘身边，请娘娘选一选。你抬起头来，叫什么名字？这谁？狗皇帝灭我族人，我要让你尝尝我们南阳巫蛊的威力！罗百，圣上，你的脸！巫蛊之术可真阴毒，竟然伤了圣上的脸。洛阳的沈神医精通此术，派人请他过来。洛阳之路漫长，往返需时半个月。圣上刚登基不久，便龙体受损，容易被朝堂那帮滑头老臣捏住把柄，该如何是好？你就说，皇帝遇刺，圣体不适，无法上朝。再给朕安排一个侍卫的身份。侍卫？这是为何？皇宫守卫森严，他却敢只身闯进乾清宫，定然是有内奸结营。朕要亲自揪出漏营，铲除异己。罗白怎么办事？居然让朕一个皇帝去当宠妃的贴身侍卫，愣着作甚？丽妃娘娘问话，还不把面具摘下来？长得难看，不便见人。你罢了，就他吧，有劳公公。这既然不愿露面，便继续戴着面具吧。不过名字得换个新鲜的，叫你小静子，怎么样？果然是降魔狐，一点文采都没有。你这小侍卫什么态度？你可知道你面前站着的是当今圣上的宠妃丽妃娘娘？朕当然知道，不过是因为你父亲镇国大将军的缘故，朕才假装对你宠爱而已，连真心与假意都分不清，果然愚笨。嬷嬷，你这是把外头那一套搬到延禧宫里来了？老奴不敢。我再重申一次，延禧宫内人人平等，哪怕他是一个小侍卫。延禧宫内人人平等，这还是在后宫里嚣张著名的丽妃吗？唉，累死我了。宠妃这份职业不好当啊，天天对着甲方皇帝眉开眼笑，还要警惕恶性竞争，妃嫔内卷，累不死个人。陶红，上菜。甲方皇帝，妃嫔内卷，这又是什么？大胆！主子还没入座，奴才怎敢率先动筷？丽妃娘娘说，2000年后的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只不过是快人一步罢了。上辈子加班猝死，穿成将军府大小姐，还没享受几年好日子，就入宫为妃了。江昭，你还好吗？在我看来，当嫔妃和当牛马没什么区别，都是讨好甲方皇帝，警惕卷王同事。丽妃娘娘，皇后娘娘邀请你去赏花。这才几点就开始卷？
来来来，开工了！把用鼻孔看人的劲儿都拿出来。不是说丽妃最嚣张跋扈吗？怎么？在宫中职场，不装得狠一点，谁都敢来踩你一脚，你以后便知道了。在后宫3000佳丽中，皇后以其贤良淑德而闻名，远远胜过以霸道著称的丽妃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原来是丽妃妹妹，快起来吧。刚刚摆弄花草太入迷，没反应过来。您不会怪本宫啊？皇后娘娘好雅兴。本宫一想到皇上抱病在床，不理朝政，也不召见妃子，就觉得痛心。你的心痛啊？嘴没有痛，还会刁难嫔妃，可怕的很。本宫思前想后，丽妃你最受宠，由你过去看望圣上最适宜。或许皇上一见到你的脸，病情就会好转。吃力不讨好的货，找我过去，服了。去看望朕，有这么为难吗？臣妾遵命。等等，圣上最喜欢黄牡丹，丽妃，劳烦你搬一盆黄牡丹带过去吧。皇后不可能不知道，朕对黄牡丹过敏。她这么建议丽妃是何居心？皇上对这摇黄牡丹的神韵情有独钟，哪怕只是一瞥，便什么病痛都散了。来人，把这个谋害皇帝的毒妇拖下去，即刻绞杀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丽妃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既是皇后娘娘的要求，妾身恭敬不如从命。丽妃，这可是菊花，莫非你连牡丹、菊花都分不出来？可妾身觉得黄牡丹、黄菊花长得都一样。菊花还能跑茶，清热下火，多好啊！丽妃居然如此聪慧，懂得装傻充愣，躲避陷害，反倒是朕以贤惠著称的皇后，借刀杀人的功夫竟如此好。皇后娘娘，丽妃娘娘，快起来吧。娘娘莫不是忘了，皇上对黄牡丹过敏，平日是连见都见不得。真是忘了，幸好有德嫔提醒，险些酿成大错。不愧是朕在后宫真情相待的女人，果然聪慧过人，品德高尚，似明月河皎皎。怎么有张生面孔？丽妃宫中来新人了，过来让本宫瞧瞧。别理他。德嫔，
臣妾不屑做心计之事，只愿与皇上白首不相离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救人！来人，把这谋害嫔妃的狗奴才拿下！他是延禧宫的人，教训他的事也得由本宫来做。没有本宫的允许，谁敢对他下手？丽妃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无中生有，倒打一耙。这真的是朕心中温婉贤淑、如明月皎皎的爱妃吗？本宫一直站在这里，何来害你一手？你虽然没有亲自出手，但这才是最阴险的手法。没有你的指示，这个狗奴才怎么敢把嫔妃推入水中？看好了，本宫要教训一个人，直接动手就是了，用不着那么麻烦。丽妃，你竟然如此跋扈！我是妃，你是嫔，本宫打你是天经地义，有本事就向皇上告状，治本宫的罪。丽妃说的对，阶级有别，你打德嫔的事情，本宫可以不追究，但这个狗奴才不能留。来人，把他拉出来，杖打70后，逐出宫。壮年男子杖打20，骨肉皆伤；杖打70，娘娘是想要他的命了。何皎月，你不是后宫最纯良的人吗？怎么能冤屈无辜之人？你对得起朕的信任吗？丽妃，你从哪儿找来的事物？死到临头了还在说胡话。果然，脑子空空的嫔妃，手底下也都是些愚蠢之辈。让御前侍卫统领罗白过来。哈哈哈，谁来都没用。皇后娘娘要对付丽妃，就得死。住手！丽妃，丽妃娘娘饶命啊！你没事吧？娘娘，本宫替小静儿受了刑，这下皇后娘娘能否饶过他们？丽妃不惜以身试刑，也要护着一个小侍卫。莫非你们的关系不只有主仆那么简单？德嫔这是怀疑李妃与这狗奴才有染，臣妾不敢妄加评论，只是觉得颇为奇怪。丽妃作为一位高高在上的嫔妃，却对一名普通的侍卫关怀备至，细致入微，不禁让人感慨。丽妃，你可知你这是秽乱后宫，罪不如诛，无需皇上同意，本宫可以当场绞杀你。你们还真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发生了什么？皇后娘娘下令捉拿丽妃和她的贴身侍卫小镜子。小镜子，皇上不好！原来你们是专门为本宫设下鸿门宴，想在皇上身体不适、闭门不出的时机来对付本宫。随你怎么想。来人，把丽妃抓起来，重重发落。谁敢动本宫？本宫的父亲是保家卫国的大将军，母亲是富甲天下的皇商。皇上打仗用的兵、军火、粮食都是我家出的。皇后想要动我，还请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。丽妃，既然敢在皇宫里大声宣扬自己的出身，你的家世再显赫尊贵，又怎能与皇上相提并论呢？那便让皇上来处置本宫，你们都没有资格。本宫是皇上亲自封立的皇后，如今皇上因病在养伤，后宫所有事务都由本宫全权处理。你说本宫是否有资格？皇后娘娘，丽妃年纪小，兴许只是被野男人骗了，不如先将这狗奴才沉塘了吧。不错，本宫教训不了你，难道还管不住一个侍卫？动手！
朕的发妻要杀我，朕的青梅楚梅管我叫野男人，反而是这个家世功高庶主，被朕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的女人，拼了命想要救我。来人，将他就地沉塘，以儆效尤。朕的脸回来了！住手！苏公公到！参见皇后娘娘、丽妃娘娘、德嫔娘娘。皇上龙体康复，正传召各位娘娘呢。皇上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松手！我们走。罗大人，您身为御前侍卫，怎么不去保护圣上，反而在这里闲逛呢？难道是罗白担心朕许久不露面，导致朝堂不稳，特地找了个替身？小镜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长得难看，你别看。如此便看不到了。这个狗皇帝早不醒晚不醒，偏等娘娘受欺负完了才醒，真无语。走吧，既然皇帝醒了，我们多少也得过去聊表一下心意。哼，咱们娘娘可是后宫第一宠妃，有皇帝撑腰，我看她德妃能嚣张到几时？依我看，不一定。万岁！果然是用了易容丹，应该是罗白的手笔。丽妃，听说你为了一个小侍卫欺负德嫔，可有此事？不错。大胆丽妃，给朕跪下！向德嫔磕头道歉。臣妾不愿意。好你个丽妃，仗着家世好，目中无人，居然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正是因为敬重皇恩，才不愿意磕头道歉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臣妾不知道他是你的人。朕不怪你，是丽妃顽固不化，分不清孰轻孰重，竟为了一个卑微的奴才惊扰贵人。臣妾知罪，请皇上责罚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禁足吧。什么时候改了性子，什么时候出来。臣妾遵旨。气死我了！都怪你，为了救你，娘娘都被禁足了，真不值得。怎么会？几个月不出门换一条人命，我觉得挺划算的。娘娘，你就不生气吗？皇上病好后性情大变，不仅纵容德妃，皇后针对你，还褫夺你第一宠妃的地位。有什么可生气的？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宠妃。皇上爱贤惠的皇后，爱纯白无瑕的德嫔，爱世人爱畜生，也绝不会爱我。我的存在只是皇帝监制父亲的工具，一旦战事告捷，威胁解除，我将必死无疑。他知道，他对自己的死期一清二楚，却一直在装不知道。这狗皇帝真是眼瞎，放着我们善良聪明的娘娘不喜欢，跑去喜欢那些狼心狗肺的货色。我和他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尽管皇帝对我虚情假意，但本宫也算风光了一段时间。正是因为皇上纵容，娘娘遭受了多少次毒害，经历了多少次落水，受到了多少次刁难。陶红，慎言。怕什么？狗皇帝不在这里。昭昭，等朕恢复身份，定会好好补偿你。陛下，让你安排的替身收敛一些，朕的后宫不容他人染指。陛下，这是何种用意？难道不是您安排的替身吗？怎么回事？糟了！微臣以为德嫔与圣上心意相通，便隐瞒陛下改头换面的事实，只将失踪一事如实相告。没多久，德嫔便寻来了一个替身。奴才见过德嫔娘娘。起来吧。
把奏折都拿过来。本宫问过青天剑，皇帝失踪再回来的机会相当渺茫。你安心当好这个假皇帝，助本宫当上皇后。本宫不但保你不死，还赐你一生荣华富贵。很好，从今以后国事我来处理。至于你，今晚就去临幸丽妃。娘娘，这可是秽乱后宫，是杀头的大罪。慌什么？就算皇帝有命回来，他爱我信我，有我是必能顾好你。届时你只需要说是丽妃搔首弄姿主动上位，死的人只会是他。奴才遵命。丽妃等着吧，你马上就要委身给一个卑微的奴才了。如今朕的脸还未恢复，就算杀了假货也无济于事，不如留着他，等幕后黑手自投罗网。丽妃娘娘，那是净室房。皇上今晚临寝延禧宫，还请您做好准备。臣妾遵旨。这个家伙怎么敢染指后宫？染指我的，招招！渣男，不喜欢我还睡我，去死吧！既然不满，那便拒了。你蠢蛋啊！这世上谁敢拒绝皇帝？不要命了！这有什么？还有指着朕的脑袋骂蠢蛋的人呢。拒是没办法拒的，不然就是抗旨了。桃红，先替我梳妆打扮吧。你出去吧。等等。死脸，快给朕变回来！皇上到！皇上，爱妃请起。奇怪，皇帝见我向来皮笑肉不笑，今儿是怎么了？皇上，发生了什么好事，笑得如此开心？能与爱妃这样的可人儿双宿双栖，便是极好的事情。爱妃，安置吧。朕要杀了这个假货！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圣上确定要为了一个女人坏了揪出内线的大计吗？一个男人如果保护不好自己的女人，那还谈什么大计？自刎得了！这个皇帝是假的。等等，放手！我要去救娘娘！我看你是想害死娘娘吧？别进去！等等，谁那么大胆，敢惊扰圣上旧纯？皇上您等着，本宫这就去教训他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没出事吧？娘娘侍寝能有什么事儿？霸王别姬？不会吧？奴婢惊扰圣上，罪该万死！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准备一套安神的熏香！爱妃，其实朕并无大碍。奴婢遵命。丽妃说的“霸王别姬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娘娘的专属暗号。霸王别姬，帮我报警！娘娘有危险！起开，别耽误我救娘娘！爱妃，夜色已深，是时候该安置了。哎呀！这是血！臣妾的月事来了，注定要辜负圣上的一片心意。这……你说什么？那贱人怎么偏偏这时来了月事？按照净室房中的记录，
丽妃这次月事提早了大半个月。难道丽妃察觉了什么？罢了，只要皇帝愿意，妃子来月事又如何？何尝不是一种情趣？可如果是欺君之罪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派太医过去瞧瞧，一旦发现丽妃撒谎，格杀勿论。微臣前来替娘娘把脉。陛下，臣妾的月经不规律只是小问题，何必让太医院的人如此大张旗鼓？你是朕的宠妃，无论你的事情多么微小，在这皇宫中都是头等大事。请丽妃娘娘伸出右手。太医，爱妃身体可有抱恙？朕听说女人月事初始之时，并不妨碍承接雨露。哇，这个死变态！回皇上，丽妃娘娘并不来月事。大胆丽妃，竟敢欺君！非也非也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丽妃娘娘有喜了。本宫有孩子了。至于为何突然落血，可能是因为丽妃娘娘的身体孱弱，一旦思绪过多，操劳过度，便有早夭流产之疾。那朕今晚还能宠幸丽妃吗？依臣之见，丽妃娘娘身体孱弱，近半年内都不能侍寝了。好孩子，来得正好。既然丽妃有孕在身，那便好好歇息吧。朕就先走了。恭送皇上。娘娘，吓死桃红了！您怎么会突然报暗号求救？先把门窗关上。你们别吓到，这个皇帝是个假货。皇后和御前官员都未曾察觉的事情，丽妃却在一瞬间看透了。丽妃，你究竟在朕面前隐藏了多少秘密？娘娘，您确定吗？冒充圣上可是杀头的大罪。万分确定。皇上恨我已经是要拆骨扒皮的程度，可刚刚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爱意。皇上怎么可能爱我？所以他一定是假货。怎么回事？这种既开心又难受的感觉。丽妃娘娘打听到了，皇上转头去了皇后娘娘的坤宁宫，两人已经安置了。天啊，皇后就没发现那人不是皇上吗？事已至此，就算我们将真相告知皇后，她也不会信的，反而会引起假皇帝的怀疑。他是假皇帝，那真皇帝死哪儿去了？谁那么大胆，竟敢狸猫换太子？还能是谁？德嫔呗。此话怎讲？那假货苏醒后，一反常态，大肆宠爱德嫔，却没有照他侍寝，可想而知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德嫔爱权爱势，却被迫简朴多年，装作高风廉洁的样子，这是装累了，不想再装了吧？很好，德嫔，原来你从始至终都在伪装。等朕回归主位，便是你的死期。对了，娘娘是如何躲过宠幸的呢？那熏香不是只能暂时落活，而不是真正的月事吗？哦，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又不是你的孩子。就是朕的孩子。昭昭，你肚子里的是朕未来的继承人。皇上与皇后娘娘已经安置了。皇后时常炫耀自己与皇上少年夫妻的情谊，如今还不是委身给一个狗奴才，让那狗奴才继续，下一个是良妃淑妃。德嫔娘娘，
如今不是你看热闹的时候。丽妃娘娘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丽妃肚子里的孩子虽说不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但架不住她家世显赫，妃位高。一旦皇帝驾崩，丽妃的孩子有可能会登基。那贱人的命怎么那么好？先有一对权势滔天的父母，又怀上皇上的孩子。奴才拼死投靠德嫔，娘娘可不能让奴才失望。海无性寒，不宜食用。老火炖鸡汤，这总不寒了吧？太补，胎儿太大不宜生产。这不是你的孩子，皇帝都不在乎他，你着什么急啊？皇后娘娘、淑妃娘娘、大皇子到！不知道扰人吃饭犹如杀人父母吗？走，去会会他们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丽妃娘娘请安。莹琪虽是通房丫鬟出身所生，却是朕的第一个孩子，很是可爱。乖，胃口可好？如今岳父还小，还什么都感受不到，为何人人都能生，就本宫生不了？听闻皇上已连续宿在皇后娘娘好几个晚上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有好消息了。但愿如此。作为朕的发妻，连枕边人都不认得，大概是谁穿上龙袍，谁就是他们的男人。真悲哀。丽妃娘娘，我可以摸摸你的肚子吗？等孩子出生，大皇子就可以见到了。可我现在就想摸摸看，皇后娘娘，我可以摸丽妃娘娘的肚子吗？丽妃，你也快要成为母妃了，难道连孩子的小小请求都无法满足吗？大皇子，请由奴婢牵着你的手，感受胎动。好。不好！哎呀！大皇子，大皇子！来人，传太医！启哥，你快醒醒！让开，他得先执行。来人，把这个残害皇子的刁奴拉到门口乱棍打死！淑妃娘娘饶命，是大皇子自己摔倒的，不是奴婢推。不是你推的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摔倒呢？本宫明白了，是你和丽妃主仆勾结在一起陷害皇子，为了给肚子里的那个铺路。孩子尚在昏迷，你便迫不及待对本宫落井下石，又是在给谁铺路？太医来了，此地不宜医治，不如就近在延禧宫诊疗。皇上驾到！万岁！大胆丽妃，还不跪下！妾何罪之有？为何要跪？你还敢嘴硬！谋害皇嗣，乃株连九族的大罪。求皇上给我做主，大皇子不过想摸摸丽妃的肚子，丽妃竟如此狠毒，派人将她推倒。圣上明鉴，娘娘心地善良，又怀有身孕，同为人母，怎么会害大皇子呢？你果然是丽妃的一条好狗，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如此了得。这后宫中谁人不知，丽妃以狠毒嚣张出名。不是这样的，丽妃心思歹毒，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为人母？又有什么资格拥有自己的孩子？圣上的意思是？来人，把东西拿上来。丽妃娘娘，请吧。一命换一命，你谋害淑妃的孩子，那便拿你的孩子来还。里头发生了什么？皇上给丽妃娘娘赐了一碗堕胎药，这皇宫要变天了。堕胎药，朕和昭昭的孩子就这么没了吗？丽妃娘娘，您再不喝，
就别怪洒家亲自动手。大皇子醒了！太医，皇儿这伤严重吗？回禀陛下，大皇子此病已伤及筋骨，日后恐怕会留下头痛的顽疾。娘亲，我不要看到丽妃娘娘，就是她害我受伤的，她是坏人。娘亲护你，定要丽妃付出代价。小小年纪，满口谎话。要不是朕亲自站在这里，亲眼目睹这一切，恐怕很难想象，一个8岁的孩子竟然能如此轻易陷害他人。大皇子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分明就是你！大皇子的头疾可有解决办法？天生的雪莲或许能缓解一二。陶红，是。这是母家送来的雪莲，珍贵无比，年年也难得几朵，全部都用来为大皇子治病。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，别以为你献上几朵破花就能抵消你谋害皇嗣的过错。陛下，淑妃娘娘，臣有一言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。不知这块手帕出自哪位娘娘？是本宫的。大皇子伤在主经脉，要不是丽妃娘娘出手及时，迅速止住了血，恐怕大皇子危在旦夕。陛下，若我想伤害大皇子，当初就不会为他止血，更不会将延禧宫用来为他治病。求圣上明鉴。看来一切都是误会，是朕冤枉丽妃了。皇上，娘亲，孩儿的脑袋疼，喘不上气。齐太医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大皇子并非磕碰受伤导致昏厥，而是中毒。敢问大皇子先前都吃过什么东西？不就是那些早餐、鸡丝粥、盐辣？对了，孩儿还喝了皇后娘娘给的蜂蜜水。这便是大皇子晕倒受伤的根源所在。盐酪与蜂蜜相冲，一同食用会引起晕厥。来人，皇后那个毒妇拖过来！丽妃表面狠厉，内里高洁，确实不会对孩子出手。换作是本宫怀有身孕，恐怕恨不得将别人的孩子先杀而后快。你们疯了！快给我放开皇后娘娘！圣上有旨，皇后娘娘，请跟卑珍走一趟吧。皇后，你蓄意谋害皇子，该当何罪？臣妾何时谋害过皇子？盐酪与皇后娘娘命人送给大皇子的蜂蜜水相克，食用易导致昏厥。把人带上来。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确实有来御膳房打探过皇子史实。皇上饶命啊！奴婢只是听从皇后吩咐，把蜂蜜水送到大皇后宫中，别的一概不知。你们狗奴才，谎言连篇！我们娘娘何时打听过膳食，又何时派人送过蜂蜜水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抵赖，善妒无子，口多言，女子7出之条，皇后就占了3条，该如何做好天下表率？皇上的意思是，废后。原以为德嫔冲着我的孩子，原来是皇后之位。臣妾与圣上共枕同寝数年，圣上就因为一个莫须有的陷害，要废了我的皇后之位。朕不需要一个善妒无子的皇后。无子，是你陷害我！
还拿皇子的性命当脚踏板，当真是好本事。皇后这是在垂死挣扎，我们何尝不是自身难保？如今只能按捺不动，谨言慎行。看来皇后娘娘情绪激动，语无伦次，臣妾还是先行离开为好，免惊扰圣上。来人，剥除皇后的制服，将这个迫害皇子的女人打进冷宫。皇后母家9族抄家流放。娘娘，你振作一些。李妃，我与你不死不休。你的脸色看起来好苍白，里头发生了什么？皇后被废，后宫动乱，德嫔恐怕要上位了。皇上，臣有异议。德嫔虽与圣上有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可德嫔的母族破落，膝下没有皇子公主傍身，怎么有资格当一国的皇后？臣复议。以臣之见，镇国将军之女丽妃，又或者是大皇子的生母淑妃，都比德嫔更适合当一国之母。德嫔的母族破落，膝下没有皇子公主傍身，怎么有资格当一国的皇后？德嫔娘娘，皇上到门口了，快接驾吧。知道了，万岁。直接安置吧。娘娘果真要如此。少废话！本宫无法改变出身，难道还生不出孩子吗？只要本宫怀上一儿半女，便能堵住那些酸腐文臣的嘴。在此之前，本宫要忍耐，再忍耐。丽妃娘娘，德嫔已经是寝了。她分明清楚，当今皇上是个假货，却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与其私通。难道就不怕真正的皇上回来吗？这便说明她比我想的更急功近利。只要赶在皇上回来之前怀孕立后，昭告天下，届时就算皇帝归来，也无济于事。好啊，何皎月，等朕恢复身份，第一件事便是取你性命以祭天。你们以为德嫔想当皇后，其他女人就没想过吗？丽妃娘娘，这是华贵人送你的礼物。等等，这里头有藏红花，孕妇闻久了有流产的危险。还有前皇后送的手串，德嫔的送子观音，其他妃嫔送来的闪饰。天啊，这哪是祝贺娘娘怀孕，分明是想让娘娘一尸两命啊！要不是遭遇意外换了脸，朕这辈子都认不清后宫妃嫔们一个比一个狠毒，就连未降生的孩子也要一并害了去。把药材丢掉，其他东西装作无事发生摆回去。你不生气？后宫的针锋相对远比你想象的多多了。如果什么都要在意，那就不用活了。这段时间你辛苦了，等朕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必会护好你和你的孩子。脑子有病。隋静帝一连数日翻牌德嫔，半月后，德嫔宫中传来喜讯，德嫔有喜。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皇上头上戴20顶绿帽，都是神人。将军夫人到。
参见丽妃娘娘。母亲，这是延禧宫，我们之间不必如此。快坐下。江夫人是富可敌国的江南第一皇上，她的夫君又是能文能武的镇国大将军。一旦这对夫妻心生异念，想要让朕的江山改姓江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。母亲怎会想到进宫寻我？听话，把孩子打掉。可是父亲有消息了，家中传来捷报，你父亲打了胜仗，即将班师回朝。如今外敌内乱均被平息，皇上不再需要你的父亲。等到他凯旋归来的那一天，便是我们全家赐死之时。可孩子何其无辜！我们死后，你们孤儿寡母该如何讨生活？皇宫中盯着你们的人有多少？妃嫔的手段又是多么阴险！与其让你们受苦，不如早点了结，免得孩子承受更多的折磨。我明白了。你父亲千里修书一封，说他对不起你。那么好的女儿被迫送进宫里糟蹋。别这么说，我父亲心系边关，忧羞无数百姓的生死，即使被皇帝忌惮，也未曾散漫作战。他是我的英雄。是我的顽固不化，忌惮猜疑，害了丽妃一家。听话。我喝。小镜子，你干什么啊？江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丽妃和她的孩子，绝不会让其他嫔妃有机可乘。请你高抬贵手，饶过孩子一命。你又捣什么乱？快跟我离开！记住，不到最后，万事皆有转机。女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真是皇帝的吗？母亲慎言。要不然，他作为一个小侍卫，为什么如此担心皇帝的孩子呢？他人虽然奇怪，说的话却在理。不到最后，万事皆有转机。不如等父亲回来再议。哦，江夫人当真是这么说的？奴才亲耳听到。那侍卫紧张丽妃的孩子，像紧张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丽妃啊，丽妃，难怪入宫1年多都没有动静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怀上了，感情是个野种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让她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娘娘，混淆皇脉，这可是死罪。丽妃的父亲将在半年后抵达京城，届时便可以当着丽妃的面铲除她的孩子和家人。一箭双雕，娘娘好算计。罗白，让你寻的太医找到了吗？已经在明珠岛找到了沈太医，但由于路途遥远，预计半年后才能抵达京城。半年，正好是昭昭与朕的孩子出生之日。娘娘，用力呀！怎么还没生下来？女人生孩子都这样，九死一生。先皇列祖保佑，昭昭一定要母子平安，顺利诞下龙脉。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小皇子。来人，把丽妃、她生的野种，还有这个狗奴才，统统绑起来！放手！造反了！丽妃刚为圣上诞下龙子，你们竟敢对皇子和他的生母不敬！什么龙子？我看是野种吧。德嫔，
编排皇子身世可是死罪。我说错了吗？丽妃入宫1年有余，偏偏在这侍卫当差的时候怀上，很难不让人怀疑孩子的生父是谁。他是皇上赐予我的贴身侍卫，皇上对此并无异议，德嫔却越俎代庖管上了。别急，皇上自然是要管的。来人，把他们带到乾清宫。别碰我，我自己走。臣妾要告发丽妃与贴身侍卫私通，生下野种，求皇上明察。丽妃，此事可是真的？胡言乱语！德嫔借口臣妾怀有身孕的时间与小镜子来我宫中当差的时间相近，便随意揣测皇子的来历，简直可笑。我身为后宫嫔妃，不将心思放在皇上身上，反而日日留遗延禧宫有何人当差，如此居心，实在可疑。丽妃不必句句反驳我，我会这么说，自然是有证据的。你生下的野种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德嫔的意思是，恐怕只能滴血认亲，才能证明臣妾所言为真。丽妃，请吧。洛白请来的神医怎么还没到？滴血认亲可以，水我们自己准备。桃红，是。这是民房，无论是谁的血都可以相容。丽妃生性谨慎，恐怕不会用我们准备的水。这又如何？皇上又不是真皇上，丽妃诞下的皇嗣注定是一个野种。请陛下恕罪。等等，龙体怎可轻易损伤？既然德嫔怀疑皇子是这小侍卫的孩子，不如就让他们滴血认亲。丽妃，丽妃娘娘口气如此狂妄，恐怕私通对象不是贴身侍卫，而是另有其人吧。看来德嫔是铁了心要把淫荡的罪名栽到我头上，甚至提前准备好了滴血认亲失败后的解释。既然没有把握，又为何咄咄逼人，搞出这么一通莫须有的闹剧？好了，那这割肉放血的事情，便由这侍卫做。娘娘，孩子，对不住。丽妃，不行。快看，血融在一起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是？来人，将这对奸夫淫妇一同拿下！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没想到丽妃真的跟那小侍卫有染。主聪慧。什么声音？德嫔娘娘，皇上，丽妃的父亲镇国将军已经班师回朝，正在宫外敲鼓鸣冤。来得正好，走，咱们去会会这位镇国大将军。别敲了，朕听到了。臣将应，恭请进安。起来吧，将军刚刚回到京城，不先整理一番，跑到朕的宫门敲什么鼓？又有何缘？臣听闻小女被打入冷宫，心想其中定是有误会，于是连夜赶回朝中，为她洗清冤屈。大胆僵硬，竟敢质疑皇上的定夺！你可知你的女儿私通侍卫，生下野种，乱了江山社稷？小女绝非此等淫乱之人。野种都生下来，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俗话说得好，子女违反纲常是父母无德。来人，把镇国将军捉起来，以儆效尤。嫔妃怎敢随意捉拿大臣？德嫔的话便是圣旨。
别怪臣妾，要怪就怪你生了一个思乡受受的好女儿，才会落得今天这般下场。将军被押入天牢，择日处决，再查抄将军府财产，所有金银珠宝一律没收，充入国库。是。妖妃，一个妖妃！与丽妃私通的小太监该如何处置？一个小人物罢了，逼他喝下毒酒，尸体扔到乱葬岗喂狗。是。快点！别动！将军府获罪被抄，家财全部充公。江夫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夫君如今身处何处？别着急，你们夫妻俩，还有将军府唯一的嫡女丽妃娘娘，很快就会在断头台上团聚了。别碰我，我自己走。江夫人，请。娘娘打听到了，皇上抄了将军府，还将将军和夫人一起扣押在天牢，择日问斩。娘娘，我没事，情况还没有糟糕到极点。娘娘，陶红有一事想不明白，水盆是我们自己准备的，血是娘娘亲自动手割肉放的，那小皇子怎么会是那侍卫的孩子？滴血认亲能成功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个侍卫是真的随明府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德嫔一直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，可皇上为什么不揭穿他呀？他不愿摘面具以真面目示人，想必是脸上出了什么意外。让御前侍卫统领领罗白过来。罗统领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花点钱打点天牢的人，让他俩见一面。开饭了，都进天牢了，还戴着这块面具做什么？还不快摘了！皇上，是德嫔让你来杀朕的。奴才，德嫔娘娘救命啊！臣等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免礼。你怎么进的天牢？丽妃娘娘因为滴血认亲一事，洞悉了圣上的身份，花光全部积蓄打点臣进来携有圣上。丽妃向来聪明绝顶，仅凭一个照面就发现了真相。东西都准备好了。这是过去的半年里与德嫔关系密切的大臣名单，包括御前太监总管多宝，以及与将军关系和的文丞相，他们如今都以德嫔的帮手与他狼狈为奸。很好。既已揪出内患，朕也是时候回归主位。进来吧。这位便是从明珠岛远赴而来的沈神医。草民恭请圣安。陈晓之前恢复朕的面容，能做到吗？草民定当尽心尽力。德嫔娘娘，您现在身怀有孕，理应避开如此血腥的斩首之事。丽妃全家被斩，这样的好戏我怎么能错过？娘娘，女儿，娘亲，爹爹，对不起，母亲和父亲，是女儿无能遭人陷害，最终害了大家。让我响应一声保家卫国，最终却连自己的小家都守不住，实在是羞愧难当。聊够没有？一家团聚的温馨时刻往后还多着，等到了地底下再慢慢体会。德嫔，我与你并无恩怨，为什么要对我全家下如此毒手？无冤无仇，真是好一个无冤无仇。你可知道我与圣上心意相通，
他曾在登基为王之前承诺要将我提升为德妃，结果你突然出现，你的家世显赫，容貌出众，一入宫就夺走丽妃的名号。宫中妃位仅有4个，除了2位年长的妃子和已经育有龙子的良妃，哪里还有我立足之地？就因为一个妃位，你就要杀我全家？不，我刚刚改变主意了。丽妃如此美丽的脸庞落在地上沾染灰尘，实在是暴殄天物，不如做成人质，放在我宫中当摆设。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圣上亲口说了，我的话就是圣旨。我要你亲眼见过凤袍加身，登上后位，母仪天下。德嫔如此狂妄，就不怕圣上生气吗？他管不了，动手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母亲，不到最后，万事皆有转机。事到如今还在盲目乐观，真不知该说你天真烂漫，还是愚蠢至极。时辰到，行刑！皇上，别让我失望。皇上驾到！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行刑！先把丽妃的双手双脚砍了！保护丽妃一家。医师，是我回来了。皇上是在做什么？这段时间，德嫔替朕端坐龙椅，处理国事奏折太辛苦，朕特意前来送份大礼。谁在外面？取你命的人。啊！皇上！你是真的皇上？皇上，妾身并无越俎代庖的想法，但是担心皇上失踪太久，耽误国事，才出此下策。哦，所以你找来一个假货顶替朕，也是为了朕好吗？自是当然。皇上既已失踪，又是谁下令斩杀臣妾一家？莫不是德嫔的一人之言吧？你私通侍卫，犯下滔天大罪，你的父母功高盖主，朝堂人人皆知，难道不该罚吗？朕竟还不知道，德嫔能越过朕斩杀嫔妃和大臣，这架势比起朕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皇上，虽然臣妾手段激进了一些，但臣妾所说句句属实。如果丽妃没做混乱后宫之事，又怎么会被送上断头台呢？皇上与臣妾相识多年，应该清楚臣妾的品行高洁，不会说谎。好一个品行高洁，不会说谎。那朕问你，丽妃的贴身侍卫，当真推你下水了吗？你过来让我瞧瞧。德嫔，皇上，你失踪已久，有所不知。德嫔娘娘她怀了龙种，月份也大，皇上对娘娘发脾气，也得顾及一下龙意呀。多宝别说了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哦，她肚子里真的是龙种吗？别动我的孩子！嫔妃得有此嗣，才能位极后位，我才是皇后。传令下去，德嫔偷龙转凤，
纵容假货贿乱后宫，诛九族。镇国大将军将应护国有功，恢复职位，归还家产，再封江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。谢皇上恩典。至于丽妃，朕还缺一个皇后，你愿意升职，继续讨好朕这个甲方皇帝吗？升职？甲方？这是什么？那得看皇后的薪资待遇如何了。本宫擦干净了吗？娘娘已经很干净了，再擦皮就要破了。本宫竟然委身给一个奴才，身子脏了的妃嫔，还怎么配得上皇上？身子脏了，臣妾不皇上驾到！皇上，大白天的，你们不在各自的宫殿里休息，跪在殿前做什么？臣妾前来求皇上赐死，求皇上赐死！苟且上层偷生，你们却前仆后继想要赴死，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丽妃当然站着说话不腰，被奴才玷污的嫔妃又没有你。淑妃，没认出枕边人是你们的问题，与丽妃无关。是啊，是我们眼高于顶，妄图飞上枝头做凤凰，才会造成如今的局面。臣妾大错特错，愿用生命换真情。错的人不是你们，而是那秽乱后宫的奴才，还有诡计多端的德嫔。他们犯错，脏了的却是臣妾的身子。是啊，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裙之下，你们只不过是恪守嫔妃的本分，何错之有？女子的贞洁不在罗裙之下，丽妃所言极是，你们也不必妄自菲薄。生命何其珍贵，就因为一个烂人葬送大好青春，值得吗？你是死了，你父母怎么办？还有你膝下那刚刚学会三字经的大皇子，你难道不想看他长大成才吗？丽妃，罗白，将自愿出宫者的名字记下，寻个吉时将他们放出宫，各自婚配，不予拘束。另外，严令禁止宫中流言蜚语传到宫外，谈论者格杀勿录。是。谢皇上恩典。丽妃，你先是亲手自救我儿，又费尽口舌救我性命，之前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淑妃娘娘，请起吧，皇上和丽妃娘娘该回宫休息。对了，先皇后已经知道废后的事情与你无关了。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将德嫔救了回来，接连虐待数天后，两人一同自尽了。他也是可怜人。德嫔此举可真恶毒，诛杀九族也不为过。幸好最后登上后位的人是你，不是他。向皇后娘娘告安，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免礼，都退下吧。桃红，把太子抱过来。桃红呢？你躲在这里做什么？奴才先前不知道那侍卫是皇上，动不动对他恶语相向，拳打脚踢。万一皇上想起来把奴才嘎了怎么办？那你就得竭尽全力照顾太子，一旦太子有任何闪失，朕便新仇旧仇一起算。奴婢遵命。你吓他做什么？谁让他天天当面说朕的坏话？小银行，朕的太子是不是手指还在疼？皇上还提滴血认中的事呢。皇上应该提早跟臣妾告明身份啊，臣妾也好做好万全的准备应对突发情况，也不至于在乾清宫内被当众羞辱了。事发突然没反应过来，都是朕的错。朕发誓会花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补偿你。
好吗？